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现在的日子是真的在享福，还是换了个法子遭罪？年轻是苦，苦在身上，为了吃饱穿暖拼尽全力，倒也睡得踏实。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愁，苦却全在心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家长里短，白天坐着发愣没精神，张嘴就是吃药看病，儿女的事放不下，旁人的话往心里去，鸡毛蒜皮都能读半天。难道人老了就注定要在病痛和焦虑里熬日子？当然不是。你之所以越活越累，根本不是年纪的问题，而是你的心神散了，真气漏了。老祖宗讲，人活一口气，寿从气中来。年轻时候火力旺气足，怎么折腾都扛得住。年纪大了，真元本就不足，就像用了几十年的旧皮球，里面那点气本来就剩得不多了，你如果不仔细护着，反而还四处漏气，那这皮球不就彻底瘪了吗？很多老人天天都在无意识漏气，眼睛盯着别人的生活，耳朵听着是非八卦，嘴巴说着抱怨闲话，心里装着万千琐事。你要记住，心往外持，气就往外散，真气漏光了，病痛自然来，心神收不住，烦恼自然多。所以我今天教给大家一句话，也是这辈子走到晚年最重要的一道护身符是什么？就是悄悄失联。很多人一听这个词，哎呦，那怎么行？悄悄失联，那不就是变成孤老头子、孤老太太了吗？那不就是脱离社会，混得不好，没脸见人了吗？人老了就得合群就得热热闹闹的大错特错。这就是凡夫俗子的颠倒见。佛法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以为在外面热热闹闹，东拉西扯的，那就是在享受晚年。我告诉你，那是在加速消耗你的生命。这个悄悄失联根本不是教你性格变得孤僻，也不是让你像只老鼠一样躲在家里不见光，更不是让你连家里人的死活都不管。它是教你一种极其高明的生存策略，是教你把那扇往外漏气的门给关上，把漏掉的命气重新给它收回来。你想想看，人这一辈子就像是个倒计时的沙漏，前半生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对外散发能量，到了晚年该把这股气收回来，好好养自己了。心定了，气聚了，精气神足了，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那么既然知道了要把气收回来，到底该怎么收？在这个到处都是诱惑和烦恼的社会里，我们老年人到底要在哪些具体的事情上狠下心来彻底失联呢？这里头是有大讲究的。弄错了方向，你照样天天都在折损自己的福报。这第一件要狠下心来彻底失联的事情，就是外面那些虚假的热闹。很多人一退休，心里头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害怕。怕什么？怕被人遗忘，怕冷清，觉得自己不在单位了，没了那个头衔，好像这个人就空了。所以怎么办呢？赶紧去找组织，找圈子。今天加个老年合唱团，明天报个门球班，后天跟着一帮不怎么熟的邻居去搞什么周边游。每天的日程表安排的比上班那时候还要满，美其名曰发挥余热，享受晚年。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咱们很多中老年人的通病？总觉得朋友多，圈子大，就是自己混得好，就是晚年幸福的标志。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这根本不是在享受生活，这是在加速掏空你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真元。你仔细看看身边那些天天在外面扎堆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气色好，心里踏实的？有个赵大姐65岁，
退休前是个中层干部，一辈子习惯了风风火火，前呼后拥，这刚一退下来，家里冷清清的，他受不了了。不知道从哪儿加了5-6个什么夕阳红特价旅游群，每天早上5点半，天还没亮呢，他就拿着手机，眼睛瞪得老大，大拇指悬在屏幕上，干嘛呢？抢那个打特价的农家乐1日游名额。哎呦，老天保佑，抢到了！抢到的那一刻，赵大姐心跳加速，兴奋得满脸通红，感觉自己打了个大胜仗一样。好，第二天一大早去集合，大巴车门一开，好家伙，一群老头老太太像打仗一样往里冲。赵大姐仗着身体还算硬朗，一个箭步挤上去，把自己的大帆布包往第一排座位上狠狠一摔，这位置我占了啊，我晕车。后面跟上来的一个大妈不干了，2个人为了这么个座位在车厢里掐起腰来，你一言我一语，赵大姐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气得心口一阵阵的发紧。虽然最后她凭着大嗓门把位置保住了，但这一路上气得早饭都在胃里直顶。这哪里是去游山玩水，这就是去结怨的。到了景点，赵大姐根本没心思看什么山水，她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5-6条大红大绿的丝巾，开始找角度拍照，眼神还一直往旁边。刚才跟她吵架那个大妈身上瞟，心里暗暗较劲，哼，你穿的那是什么破衣服？看我这条丝巾，真是的，回头发朋友圈肯定比你好看。拍完照镜，赶紧找个有信号的地方发群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啥景也没看，就捧着个手机，过1分钟刷一次，看看有群里谁夸他了。就这样，连续折腾了1个礼拜，跟了3个团。到了第7天晚上，赵大姐不行了，胸口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天旋地转。老伴吓得赶紧把她送到医院，一查血压飙到180，心律失常，直接吊上了水，躺在病床上。赵大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直抹眼泪。诸位啊，你们晓得赵大姐这病是怎么得的吗？这是累的吗？不全是，这是她的气机全给虚假的热闹给耗干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攀缘心。你的心不在自己身上，全挂在外面的人和事上。你为了一个座位跟人起争执，这叫动了嗔心，这一怒肝气就郁结了。你为了比谁的丝巾好看，为了朋友圈那几个毫无意义的赞，这叫起了我慢和虚荣心，这一笔心火就烧起来了。你天天盯着手机患得患失，这叫散乱心，这一散，肾经就漏出去了。你想想看，你花着钱买着罪受，还把自己的寿命搭进去，这叫什么享受晚年？这就是典型的拿自己的命去点灯，去照亮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的场子。人老了，最怕的就是看不透这层人际交往的窗户纸。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教咱们要养藏。什么叫养藏？你看看冬天的大树就知道了。一到冬天，天气冷了，大树把所有的叶子全落光，光秃秃的，看着好可怜，好孤独。可是你往下看，它把所有的营养，所有的水分全都深深地收回到了地下的根系里。正是因为冬天它在上面失联了，不去跟寒风较劲，不去发新芽，它才保住了命。等到了第2年春天，它才能再次枝繁叶茂。咱们老年人现在过的就是人生的冬天，你的身体机能就是在走下坡路，你还天天像春天夏天一样在外面招摇，到处去攀比，去争抢，去凑那些没用的局。你这是在逆天道而行啊！你为了面子，为了不显得自己不合群，去应酬那些几10年不联系的老同学聚会，
去了干嘛呢？有钱的，混得好的，在酒桌上唾沫横飞的吹牛，讲自己儿子在哪里买了大别墅，一个月赚多少多少钱，混得一般的就在旁边陪着笑脸，心里头五味杂陈，越听越自卑，甚至回家还要冲自己没本事的儿女发一通无名火。这种聚会除了激发人性的嫉妒和贪婪，除了让你原本平静的心绪被搅得一团糟，有一丁点好处吗？没有。我跟你们讲，你在这个世界上99%的社交都是无用的泡沫。人在危难时候，真正能给你端茶倒水，伺候在床前的只有你家里的那2-3口人。你在外面认识多少个老总？你在旅游群里有多少个群友？一点用都没有。人家不图你什么了，你也给不了人家什么，何必再去演那种互相吹捧的戏码呢？所以听我一句劝，晚年的第一场修行就是学会社交极简，勇敢的在那些低质量的圈子里销声匿迹，从明天开始退出那些乱七八糟的群，拒绝那些只是为了比拼退休金、比拼儿女的饭局，也不要去理会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当你真正开始斩断这些虚假的热闹，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安静啊，有点无聊。但是慢慢地，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变深了，你的心跳变平稳了。你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泡一杯清茶，听听鸟叫，你不用去讨好任何人，不用去防备任何人，那种打心眼里生出来的清静和安宁，是任何热闹都换不来的。这份清静就是在给你生命的那块旧电池充电，你把在外头争抢攀比的力气省下来，你的精气神就全养在身体里面了。你要晓得，对老年人来说，不消耗就是最大的滋补。但是有的人可能要说了，南师啊，你说的对，我不出去凑热闹了，我天天待在家里，我就守着我儿子孙子，我把心全放在他们身上，总行了吧？如果你是这个想法，那我告诉你，你又掉进了人生下半场的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大坑里去了。这个坑要是跳不出来，你不光自己痛苦，你整个家都要被你搅得鸡犬不宁。这个坑是什么呢？就是把在外头碰了壁，觉得没意思的那份攀缘心，原封不动地搬回了家，全套在了儿女和孙辈的脖子上。很多老人家觉得，我不去外面掺和了，我一心扑在家庭上，只要儿女有一点做得不合我的意，我马上就要去指点2句，去纠正他们，美其名曰我是过来人，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这是为了你好，怕你走弯路。诸位啊，你们要晓得，这种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迫切希望去纠正别人，甚至是亲生儿女的冲动，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叫好为人师，在佛法里讲，这叫强行去背别人的因果，这是晚年最耗心血、最折寿的一件事。我告诉你们，每个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要立的劫，有他自己要吃的苦，这叫个人因缘个人受。你别看他是你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他的命是他的，你的命是你的，你非要把自己的认知、自己的经验强行套在他身上，这就叫违背天道。清朝的林则徐，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是真正做过大官、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如果想给子孙后代铺路、定规矩，那资源和手段比我们普通人多得去了吧。但你看他晚年是怎么做的。那一天，林则徐坐在书房里，桌上铺着宣纸，旁边的老管家和亲戚们
都在旁边旁敲侧击，意思是大老爷您现在年纪也大了，是不是该给少爷们多置办点良田美宅，再给他们在官场上多铺铺路，免得以后子孙受苦。林则徐听完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拿起纸毫笔蘸饱了浓墨，在纸上笔走龙蛇，写下了咱们中华文化里最狠最透彻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意思是我这子孙要是跟我一样有出息有骨气，我给他留钱干什么？他自己能挣一个天地出来，钱留多了反而消磨了他的斗志。下联是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意思是如果这子孙是个没出息的败家子，我给他留钱有什么用？金山银山也得被他败光，留的钱越多，他造的恶业就越大，最后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写完，林则徐把笔一搁，长叹了一口气，对着家里人摆摆手，再也不提一句给子孙置办家产强行铺路的事。你想想看，这是一种何等恐怖的清醒，这就叫在儿孙的因果上彻底的销声匿迹。他不强求子孙必须按照他的路线走，也不去替子孙兜底，因为他看透了这人世间的路必须得他们自己去走，跌倒了自己爬起来，那才叫长本事。你替他把坑都填平了，他将来遇到悬崖一脚踩空，连命都没了。可是现在的老年人呢，恰恰相反，得了救世主情节。儿子想去投资做个小买卖，你坐在客厅里一拍桌子哭天抢地，不能去啊！现在外面环境不好，你亏了怎么办？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儿子要是听了你的，心里憋屈，这辈子一事无成，最后怨你。要是没听你的，真的亏了，你天天在旁边念叨，你看你看，当初不听我的吧，现在遭报应了吧？儿媳妇给孙子穿少了，你冷汗直冒，一把抱过来，哎呦我的乖孙，这当妈的心真大，想冻死孩子啊！你仔细想想，你这叫爱吗？你这叫强烈的控制欲。你是在用为你好这3个字绑架整个家庭。佛法讲得很清楚，你这么做不仅改变不了任何人，反而会产生极其严重的逆火效应。你越是想用事实用道理去纠正他们大脑里的防御机制就越会被激活，越会跟你对着干。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从气机和能量的角度来讲，你这是在替别人背业。老天爷给这年轻人安排了一个跟头，让他摔一跤疼一下，长点记性，这是他的功课。你倒好，老母鸡护小鸡一样冲过去，替他挡了这一跤，好嘛？天道的因果惩罚全结结实实的砸在你这把老骨头上。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天天管儿女的事，最后气得自己高血压，浑身是病，吃力还不讨好？因为你不守本分。你越了解，你去强行干涉了不属于你的因果。成年人的世界里只有筛选，没有教育，只有规则，没有道理。更何况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见识，他们接触的世界早就和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你脑子里的那些经验就像一口枯井里的水，你非要告诉他们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他们不仅不会感激你，还会觉得你固执不可理喻。所以这第2个要狠下心来彻底失联的地方，就是你要在家庭的琐事上，在儿女的命运上，学会做个哑巴，学会做个旁观者。从今天开始，儿女家里的事情，只要他们不主动来问你，你连半个字都不要提去儿子女儿家做客。看到地上乱七八糟当作没看见，跨过去听到小两口吵架，
只要没动手，自己回房间把门一关，听听戏，念念佛，当作没听见。如果儿女真的遇到大事，跑来找你拿主意，你怎么办？点到为止，你把你的看法平心静气地说一遍。孩子啊，这事儿要是换作我可能会这么办，但这只是我的建议。时代不同了，你自己的路你自己定夺，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自己承担后果就行。说完这句话，马上闭嘴，绝不纠缠。他听得进去，那是他的福气；他听不进去，非要撞南墙，你就尊重他人的命运，不要去强行介入，不要背负不属于你的业力。这叫什么？这就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活通透的老人早就看穿了世事无常，选择了沉默和包容。你不去管他们，他们反而觉得你这个老头老太太深不可测，反而会打心眼里敬重你。等你把这股想管天管地管儿女的气给憋回去了，你的五脏六腑就不再跟着他们起起伏伏了，你的血压也就平稳了，你的命气也就养住了。但是这仅仅是做到了不干涉别人，咱们很多老年人自己心里头还有一肚子委屈呢。有些老人倒是不去管儿女的事了，但他天天满世界的去说自己的苦，觉得自己一辈子为了家庭牺牲，最后落得个没人疼没人爱的下场。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忍不住这张诉苦的嘴，你就是亲手把自己的晚年推向深渊。这第三个致命的漏气点，比前面两个加起来还要可怕，就是咱们这张嘴，特别是那张爱诉苦爱哭穷的嘴。很多中老年人年纪越大，心里头越觉得委屈，觉得老伴不够体贴，儿女不够孝顺，身体还一天不如一天，这心里头的苦水啊憋不住，非得找人说出来。逢年过节走亲戚，或者在小区里跟人拉家常，三句话没说完就开始倒苦水。哎呀，我那个儿子啊，一个月也不来看我一次。哎呀，我这腰疼得真宿睡不着，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哦？你想想看，你以为把伤口扒开给别人看，别人就会同情你，你心里就会舒服一点。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这在佛法里叫造口业，这是极其败坏运势、损耗命气的一件事。一诉苦，命就苦。你每诉一次苦，就是把你身上的正能量往外泄露一次。有个王大妈70多岁了，每个月退休金其实不少，儿女虽然不在身边，但也定时给生活费。可她有个毛病，就是爱在亲戚群里哭穷诉苦。为什么呢？他觉得只要自己表现得够惨，亲戚们就会多关心他，小辈们过年过节来看他的时候，也能多提2箱好东西。今天中午他下了一碗清汤面，特意在面条上只放2根青菜，用手机拍个照发到群里，配上一句语音，你们看看大姨今天吃的什么？人老了没用咯，随便糊弄一口，连个肉末芯子都见不着啊。一开始群里的子女外甥还会赶紧回2句，大姨您别这么省，该吃吃该喝喝啊，周末我去看您。王大妈看着这些回复，心里头美滋滋的，觉得有了存在感。可是次数多了呢，王大妈天天在群里喊，我这腿又疼了，连下楼买菜的钱都不想花，这水费又涨了，日子快过不下去了。渐渐地群里没人回复她了，大家一看她发消息，直接装作没看见，有的晚辈甚至直接把群消息给免打扰了。到了去年冬天，王大妈真出事了，胆囊急性发炎，必须马上手术。当时情况紧急，他的钱都存在那种定期大额存单里，一下子取不出来。他急需2万块钱交住院押金，
想着群里那么多亲戚，一家借个几千块总行吧。他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哆嗦着手给平时最热络的大侄子打语音电话。大侄子啊，大姨真病了，等钱做手术，你能不能先借大姨1万块急用？大姨定期到了马上还你。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大侄子支支吾吾地说，哎呀，大姨，不是我不借，您也知道我刚换了房，这房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再说了，您平时连吃肉的钱都没有，我这钱借出去，我媳妇跟我闹啊，要不您再问问二舅家。王大妈心凉了半截，又打给亲侄女，侄女压低了声音，大姨，我在开会呢。哎呦，真不巧，钱刚给孩子刚报了辅导班，我卡里真没钱了，连打了5个电话，1分钱没借到。王大妈躺在冰冷的病床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这时候才明白，根本不是亲戚们没钱，而是大家都被她平时那个穷酸还不上钱的形象给吓跑了。你们要晓得，你天天在别人面前演一个凄风苦雨的受害者，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黑洞。谁愿意靠近一个黑洞？谁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借给一个天天喊吃不起饭的人？人性的本质都是趋利避害的。你的痛苦在别人眼里，99%的人根本不在乎，还有1%的人可能背地里还在看你的笑话，把你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从契机的角度来讲，你天天喊穷，天天念叨病痛，这种念头是一种极低频、极阴暗的磁场。老天爷的法则是什么？是你想要什么，你心里念叨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天天向宇宙广播，我很穷，我很惨，我很倒霉。好，那这倒霉的磁场就牢牢地把你包裹住，好事绕着你走，坏事全往你身上撞。你这不叫发泄情绪，你这叫咒自己。佛法讲得很清楚，祸从口出，你把这股本来可以转化为改变动力的真气，全顺着舌头给散出去了。你抱怨完了，心里好像痛快了1秒钟，但是你行动的张力彻底没了，你只会瘫在沙发上继续当一个怨妇。所以晚年的第3个失联，就是在情绪和口业上彻底销声匿迹，把嘴给我闭得紧紧的。从今天开始，停止在任何人面前展现你的软弱和穷酸。受了委屈，身体有点不痛快，儿女没回你微信，怎么化解？打落牙齿和血吞，自己去消化。你晚上睡不着，你就一个人坐在屋里静坐，看着窗外的月亮，把这份痛苦内化掉。这在修行里叫什么？叫忍辱。忍辱不是让你去受人欺负，而是把外界给你的刺激痛苦像一个大熔炉一样在心里头炼化了。当你不再像个怨妇一样到处寻找绷带，不再一碰到挫折就歇斯底里，而是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第2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出门遇到邻居照样笑眯眯地打招呼，绝口不提自己受的苦。这个时候你的心量就彻底被撑大了，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别人看着你会觉得这老太太这老头子深不可测，稳如泰山。那些倒霉的邪气看到你这身铠甲，他都不敢往你身上扑，把嘴管住了，不抱怨不诉苦，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没有，很多人嘴是不说了，但他的眼睛和耳朵还在疯狂地往外漏气。这第4个要命的漏气点，不仅耗费你的精力，甚至连你的脑子都在被它一点点挖空。这个漏气点在哪里？就在你们的眼睛和耳朵上。很多中老年朋友听了我前面的话，嘴巴却是管住了，不出去应酬了，也不逢人就诉苦了，
可是每天一回到家，吃完晚饭，往那个软绵绵的沙发上一躺，或者到了半夜3更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干什么？手在床头柜上一摸，把智能手机拿过来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屋子里头黑漆漆的，连盏灯都不开，就那么一块四四方方的小屏幕，散发着那种惨白刺眼的蓝光，直勾勾地照在你那张满是皱纹、已经疲态尽显的脸上。因为年纪大了，耳朵背，你还特意把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这时候屏幕里传出来的都是些什么声音？那种机器合成的假人声，一惊一乍的配乐，大喊着震惊某某明星离婚了，赶紧看，再不看就删了。隔壁小区老太太的惊天丑闻，那些嘈杂的、尖锐的、毫无营养的声音，在安静的卧室里来回震荡，直直地往你的耳膜里钻。你们要晓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里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叫做久视伤血，久听伤肾。你以为你半夜不睡觉，捧着个手机刷短视频，只是在看个热闹，只是为了打发漫漫长夜的时间，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你这是在拿自己用来保命的气血和肾精去换那些破铜烂铁般的垃圾信息。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是藏血的，你的眼睛之所以能看清楚东西，全靠肝血在后面源源不断地往上供养。你死死盯着那个发光的屏幕，眼睛一眨不眨，时间一长，你是不是觉得眼睛干涩、发酸、迎风流泪，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这就说明你的肝血已经被这块小小的屏幕给吸干了、透支了。还有你的耳朵，肾开窍于耳，肾里面藏着的是什么？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先天真经啊！你天天竖着耳朵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听那些激烈吵闹的音乐，那种高频的噪音震动，实际上是在疯狂地搅动你的肾气。你看1-2个小时手机，站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作响，甚至连后腰都跟着发酸发软？这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颈椎病，这是你的精气神被掏空了，底座不稳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六根不净。什么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那是6尘。你到了晚年，本来应该把向外伸展的触角收回来，结果你倒好，天天拿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追逐网络上那些虚无缥缈的声色犬马，你的心神全被外面那些毫无意义的烂事给牵着鼻子走。今天看到一条谁谁谁得绝症的新闻，你心里咯噔一下，跟着担惊受怕半天。明天刷到一个卖假药的在屏幕里声泪俱下的忽悠，你一激动，血压又上去了，你的情绪、你的能量随着手机屏幕上的画面上下翻滚。这就好比一个漏水的木桶，你上面还在拼命的倒水，下面底部的塞子早就被你拔了，水哗哗的往外流，你怎么可能不虚弱？你怎么可能不生病？你们去看看中华文化里那些真正懂得养生、懂得修行的老道长、老和尚，你看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什么样的？他们的饮食极其清淡，平时绝不大鱼大肉，到了春天可能就是去山上采一点金银花、菊花这类传统的五花，用水简单一煮，喝一碗五花茶，用来清肝明目、降降心火。这就是传统修行人顺应天地气机的饮食习惯，绝不给肠胃和五脏增加额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到了晚上太阳一下山，你看他们干什么？他们绝对不会去点上亮如白昼的大灯，更没有什么电子屏幕，就在那种昏暗的自然光线里往蒲团上一坐，
把眼睛轻轻一闭，这在道家叫什么？叫收摄视听。在佛法里，这叫都摄六根。一旦把眼睛闭上，不看花花世界了，把耳朵的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呼吸上，不听外界的喧嚣了，那股原本像无头苍蝇一样往外乱撞的精气，瞬间就像倦鸟知还一样，乖乖地顺着经络回到了你的五脏六腑里，用来滋养你受损的身体，这才是最高级的十全大补汤啊！所以这第四个必须学会的试炼，就是在你的精气神上，在你的视听感官上，与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彻底失联。在这个信息爆炸、注意力被疯狂收割的时代，你要做一个瞎子，做一个聋子。网络上的八卦新闻，明星结不结婚，谁家又出了什么丑闻，关你什么事？你了解的再多，你的退休金能多发1分钱吗？你的腰腿疼能好一点吗？除了平白无故的消耗你的心血，增加你的焦虑，没有任何用处。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定个铁规矩，晚上过了8点半，把手机扔得远远的，最好放在卧室外面。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千万不要再去摸那个发光的屏幕，你就安安静静地平躺在床上，或者靠在床头，2只眼睛微微闭上。老祖宗说得好，闭目养神，神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闭目的清静中生出来的。你闭上眼睛，听一听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感受一下自己一呼一吸时肚子的起伏，哪怕你脑子里还有乱七八糟的杂念，没关系，不要去管它，你不理它，它自己慢慢就散了。只要你斩断了外界那些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刺激，你的心跳就会慢慢降下来，你沸腾的血液就会归于平静，你的身体就会自动开启修复的机制。你坚持1个月试试看，哪怕你还是睡得不多，但第2天早上起来，你的眼睛一定是亮的，你的头脑一定是清醒的，整个人走起路来都会觉得脚底下有根，这就是把漏掉的气重新给养足了。可是等你把这视听的口子也堵住了，把身体的精气养足了，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我告诉你们，最难过的一关还没来呢。有些老人家身体养好了，手头上也有了些积蓄，不知不觉就犯了中老年人最致命的一个大忌。这个大忌一旦犯了，你不光是折损福报，甚至会招来无妄之灾。这个大忌是什么？就是爱显摆，管不住自己那颗炫耀福报的心，这就叫在财富和吉庆的事情上不懂得失联。你们想想看，现在很多老头老太太退休金拿得高一点，或者儿女逢年过节给买了个什么金手镯，甚至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赚了点钱，买了大房子，哎呦，那心里头就像揣了只兔子，根本按捺不住。早上下楼去公园散步，有意无意的要把袖子撸起来，露出金手镯，碰到老熟人，3句话不到就往自己儿子身上引。哎呀，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啊，非要给我换个大平层，我都说住不惯嘛，你表面上是在抱怨，其实那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你以为别人听了会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替你高兴赞美你吗？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人性深处有一个极其可怕的阴暗面，老祖宗早就看透了，叫做恨人有，笑人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亲生父母，甚至连亲兄弟姐妹在内，绝大多数人根本接受不了你过得比他好。你站在这儿炫耀你1个月有多少退休金，旁边那个捡纸壳连补贴都没有的老太太心里会怎么想？她嘴上说着老姐姐你真有福气，心里头那股嫉妒的火早就烧起来了。凭什么她那么有钱，
我这么苦，老天爷真不公平。你们要晓得，嫉妒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极其阴暗、极其恶劣的磁场。佛法讲得很清楚，起心动念皆是业。周围10个人听了你炫耀，有9个人在心里生出了嫉妒和怨恨，这9个人的恶念就汇聚成了一股充满破坏力的黑气。你天天在外面显摆，就等于把自己活生生的暴露在这股黑气交织的靶心上，这股恶念的磁场天天冲撞你，你的身体能好吗？你的家运能不衰败吗？咱们中华文化里有句保命的老话叫财不露白，这可不是单单防小偷小摸的，这是防人心里那只鬼的。清代有个商人叫胡雪岩，胡雪岩晚年的时候生意做到了顶峰，那真是富可敌国。人一有钱就容易生出骄狂的心，他在杭州给自己修了一座豪华的不能再豪华的宅子，这宅子里有个大花园。胡雪岩不知怎么想的，非要弄点绝版的太湖石来做假山。当时的手下跑遍了江南，花重金包了10几条大船，浩浩荡荡地把那些巨大的千奇百怪的太湖石运进杭州城。大宅落成那天，宾客如云，几个官员看着那直插云天的假山，倒吸一口凉气。表面上奉承胡大官人，这太湖石怕是连皇宫里也少见啊，运过来的砸进去几万两白银吧。胡雪岩当时喝得面红耳热，摸着下巴上的胡须，哈哈大笑。几万两，只要看着气派，老夫花再多银子也不心疼。他根本没看到那些官员转身互相对视的时候，眼神里透出来的全是像刀子一样冰冷的光，那是嫉妒到了极点，随时准备生吞活剥了他的恶念。结果呢，这宅子修好没多久，风向全变了，各地钱庄突然爆发挤兑风波，原本称兄道弟的官员商贾全在看他的笑话，不但没人伸手拉一把，反而在背后疯狂推抢，生怕他倒得不够快。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胡雪岩资金链彻底断裂。以前在他宅子里喝茶奉承的人，转过头就像饿狼一样扑上来瓜分他的产业。老头子最后倾家荡产，窝在一间破屋子里，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在一片凄凉和绝望中咽了气。那座堆满太湖石的豪宅也直接被查抄抵债了。你想想看，胡雪岩多聪明的人，就因为晚年这一下没藏住，把财富和吉庆的能量场撑得太满，直接招致了杀身之祸。你现在可能会说，南师啊，我不是胡雪岩，我也没太湖石，我就炫耀个退休金，不至于倾家荡产吧？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你以为你只是过个嘴瘾，其实你是在快速消耗自己晚年仅剩的那点福报。福报就像你前生今世存在老天爷那里的存款，你每到处去宣扬一次你的好运，你的财富，老天爷就在你的账户上划掉一笔。这就是老祖宗常讲的吉庆必至，越是好的事情，越要把它藏起来，捂在被窝里偷偷乐就行了。你如果到处漏财，今天遇到个卖假药的，听你说退休金高，一口一声干妈叫着，把你卡里的钱骗个精光，明天你那个不成器的远房亲戚跑来借钱，你借吧，肉疼不借吧，人家直接骂你越有钱越抠门，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所以这第5个一定要学会的失联，就是在你的福报、财富和未来的好计划上彻底销声匿迹。老祖宗把这叫做闷声发大财，也叫事已密成。以后再有人在小区里亲戚饭局上打听你的收入，打听你儿女赚多少钱，你怎么说？
你千万别挺着胸脯报实数，你要学会叫苦，学会常足。人家问老李啊，你儿子今年又升职了吧？年薪的180万了吧？你千万别顺杆爬，你要马上叹口气，愁眉苦脸地说，哎呦，升什么职啊？每天加班到半夜，那点工资全还了房贷了，连个首付还是我们老两口借的钱凑的呢。现在大环境不好，愁死个人咯。人家一听你儿子也背着一屁股债，心里那个平衡啊，马上就不嫉妒你了，反而还会安慰你两句。你一句软话就把人家心里的恶念全化解了。如果别人打听你的退休金，你就打个哈哈，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多？每个月拿去医院开点降压药，治腰腿疼的药，剩下的也就勉强购买点青菜豆腐。现在这物价，不敢多花1分钱。你这么一说，谁还会惦记你那点钱？那些卖保健品的，想借钱的，心怀嫉妒的，全都被你这一招太极推手给挡在了门外。这就叫大智慧。你把钱藏住了，把福气捂住了，你的晚年才能太太平平，安安稳稳。可是哪怕你做到了不凑虚假的热闹，不干涉儿孙因果，不管好那张诉苦的嘴，也知道财不露白了。很多老人家心里还是有一道最硬的坎迈不过去。这道坎要是过不去，你就像被一根无形的铁链子拴在了一根烂木头上，不仅这辈子折磨自己，还把晚年重生的路全给堵死了。这到底是一道什么坎呢？就是放不下过去的自己。很多中老年人啊，身体虽然已经做到了今天，心却死死地被一条铁链拴在昨天。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我执，这就叫着相。你被过去的虚相给迷住了，跳不出来。你们去小区的广场上、公园里转一圈，仔细看看那些老头老太太，你就能看明白。有的人天天背着个手，走起路来踱着方步，看见保洁员扫地都要上去指挥2下。为什么？因为他退休前是个厂长，是个主任，退下来好几年了，心里的那个光威还没散，总觉得别人还得看他的脸色。还有的老太太天天在家里板着个脸，动不动就骂老伴，骂儿女，觉得自己当年为了供几个孩子上学，吃了天大的苦，全家人都欠他的，必须一辈子顺着他。你们要晓得，你带着这种过去的标签生活，就像是大夏天穿着一件几十斤重的铁打的衣服，重不重啊？能不累出病来吗？人活在世上，最大的悲哀就是拿过去的经历来定义现在的自己，这就是你们晚年精神内耗最大的根源。你必须学会在这第6件事情上，也就是在过去的身份上彻底的悄悄失联。老林今年72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南方做建材生意，那也是风光过的，出入都是大奔，前呼后拥。可惜后来遇上资金链断裂，彻底破产，连房子都抵押了。70岁那年灰溜溜的回了老家，靠着那点微薄的社保过日子。按理说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该认命了吧？他不，老林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把自己那件领口都洗得发白的旧西装穿上，头发抹上头油，皮鞋擦得贼亮，然后端着个保温杯去小区楼下的象棋摊旁边一坐。他也不下棋，就在旁边指点江山，只要一开口必定是这几句话。哎呀，这算什么？想当年我在包工程的时候，一顿海鲜大餐吃掉你们1年的退休金。那时候哪个大老板见了我，不得规规矩矩喊一声林总。起初大家还听个新鲜，时间长了谁耐烦听这个？
有一天，老林正唾沫横飞地吹嘘当年的丰功伟绩，旁边一个小年轻端着奶茶走过去，翻了个白眼，嘀咕了一句：老疯子又在吹牛了。象棋摊上一个平时就看不惯老林的老头，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补了一刀：林大老板，你那么有钱，前天买白菜怎么还跟人家为了2毛钱吵半天啊？周围人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老林一听，脸瞬间长得紫红，他猛地站起来，颤抖着手指着人家：你们懂什么虎落平阳被犬欺？话还没说完，老林觉得胸口一阵剧痛，眼前一黑，扑通一声直接栽倒在石桌旁边。救护车拉到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先兆。老林躺在病床上，看着惨白的天花板，病房里冷冷清清，没有当年那些称兄道弟的生意伙伴，只有他老伴在床边抹眼泪。那一刻，老林突然悟了，他看着自己搭在床沿上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心里一阵惨笑。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林总，早就死在了南方的生意场上，自己这几年天天扛着一具死尸在活人堆里显摆，这哪里是在活着，这简直是在作妖，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去为那个虚荣的面子。出院回到家，老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柜里那几件破西装拿出来，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全剪了，当了抹布。第二天，老林跑到小区的物业中心去应聘当了个看大门的保安，换上那一身保安服。老林把过去的身份彻底扔了，每天站在门口看着进出的小区业主，不管人家以前怎么笑话过他，他都笑眯眯的立正，打个招呼：您下班啦，慢走啊，路上小心。这一放下，奇迹发生了，别人一看老林变了，再也不笑话他了，反倒觉得这老头挺和气，挺踏实，还特意用保温盒给他装一碗自家刚包的饺子送过去。老林坐在保安亭里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心里那叫一个舒坦踏实。他跟我说：南师啊，我现在才算活明白了，脱下那身西装，穿上这身保安服，我每天吃得香，睡得甜，血压正常了，连腿上的风湿都不疼了。你想想看，为什么老林当了保安反而活过来了？因为他在过去那个老板的身份中彻底销声匿迹了。他把那个虚荣的、骄傲的、死要面子的自己给杀死了，让一个全新的、脚踏实地的老林重生了。这就是老祖宗的大智慧啊！水为什么能长流不息？因为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你把它倒进方杯子里，它就是方的；你把它倒进圆碗里，它就是圆的。人到了晚年就得像水一样。我告诉你们，不管你过去是多大的官，多有钱的老板，或者是多受委屈的媳妇，吃过多少苦的母亲，只要你到了晚年，这一切通通都要清零。过去的苦难不能成为你现在整天抱怨要求别人补偿你的借口，过去的辉煌也不能成为你现在傲慢放不下身段的资本。每一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你睁开眼睛，你就是一个崭新的老头，一个崭新的老太太。今天该去买菜就去买菜，该扫地就去扫地，不要去回味过去的功劳，也不要去舔舐过去的伤口。你一旦把自己归零了，那些外在的闲言碎语、冷嘲热讽，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对你造不成任何伤害，因为你根本不在乎那个虚假的面相，你保住的是你心里那个真实的命根子。当你真正学会了这6个方面的销声匿迹，不凑虚假的热闹，不干涉儿孙的因果，管住诉苦的嘴，收摄看八卦的视听，
常住炫耀的福报，最后再把过去的身份彻底清零。你的晚年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你把所有的缝隙都补上了，把向外泄露的真气全给封在了丹田里。这时候你不仅救了你自己，你还救了你们全家。很多人可能要问了，南师啊，我把我自己管好了，这怎么还能跟全家的运势扯上关系呢？诸位啊，这正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天机。你们要晓得，一个家庭最大的风水，不是你家门朝哪边开，也不是你屋里摆了什么貔貅八卦镜，而是家里必须得有这么一尊定海神针。只要这尊神针稳住了，你们家的家运想衰败都难。这定海神针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不是别人，就是你，是你这个当家里的老长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绝顶智慧里有一卦叫潜龙勿用。什么叫潜龙？就是潜伏在深水里的巨龙，或者说就像在大海深处航行的核潜艇，它不浮出水面，它关闭了所有向外发射的声呐，静静地趴在海底，不露锋芒，不招惹是非。只要它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潜伏着，这片海域就稳如泰山，谁也不敢来造次一个家庭。最核心的风水就是家里得有一条潜龙，你到了晚年不乱管闲事，不出去招惹是非，不管不住嘴乱诉苦，也不炫耀张狂，你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收在自己身上，每天乐呵呵的，心平气和。只要你这尊佛坐在家里稳当了，你们家这个磁场，这个气机就是极其安稳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天天像个火药桶，今天跟邻居吵架，明天在亲戚群里哭穷，后天指责儿媳妇不会过日子，你一个人就把整个家的气场搅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的家庭，财神爷路过都要绕着走。相反，你悄悄失联了，不去搅和了，儿女在外头打拼，受了委屈回到家，一推门看到老父亲老母亲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喝茶剥花生，屋子里透着一股子祥和安静的活气，他心里那点烦躁瞬间就被你化解了。这就叫镇守家运，这就是老人对整个家族最大的贡献。那么道理咱们都懂了，真落到平时过日子里，到底该怎么一步一步的照着做呢？下面我教给你们几招极其管用的保命实操法，这都是救命救运的招数，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最好拿笔记下来，每天照着练。第一招，怎么对付那些打听你隐私想看你笑话的人，用太极转念法，逢年过节走亲戚，或者在小区里碰到熟人，总有些不知趣的人凑上来打听，哎呦老张啊，你儿子一年挣多少钱啊？你那退休金现在涨到7000了吧？遇到这种情况，你心里头的那个虚荣心或者防备心刚一冒头，立马把它按住，千万别报实数，也别生气，你要马上换上一副笑眯眯，但是又带着点愁容的脸，用一句软话给他顶回去。你就说，哎呀，挣啥钱啊？现在外头生意多难做，你又不是不知道，能混口饭吃不饿死，那都是老天爷保佑了。我那点退休金买完药也就刚够腌糠腌菜的，老天爷赏饭吃，凑合活吧。你这话一出，对方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原本准备了一肚子嫉妒你的话，或者想找你借钱的话，全给憋回去了。他不仅不会眼红你，反而还会觉得自己过得比你强，心满意足的走了。你看，你没花一分钱，用几句示弱的话就把人家心里的恶念给化解了，这就叫挡煞，把外来的邪风全挡在了门外。第二招，
怎么对付自己想去管儿女，想去纠正别人的控制欲，用闭口修心法。咱们老年人跟儿女住在一起，最容易犯这个毛病。比如今天周末，你儿媳妇花了2000块钱买了一条裙子，你一看那发票，心里轰的一下火就上来了，心想这败家娘们2000块钱够买多少斤猪肉了，眼看着你那句难听的数落就要脱口而出了，这时候怎么办？我告诉你们，咬住舌头，深深地吸一口气，转过身，马上走开。你走到自己的卧室里，或者去阳台上，把门一关。如果你信佛，你就心里默念10遍阿弥陀佛；如果你不信佛，你就闭上眼睛数自己的呼吸，从1数到10，你在心里跟自己说，那是他自己挣的钱，或者是儿子愿意给他花的钱，这叫个人因缘个人受，我不替他们背这个因果，不关我的事，我看破不说破。你只要能把这第一口恶气给憋回去，3分钟一过，你这火也就消了。等再从屋里出来，你就当没看见那条裙子，该端碗吃饭就端碗吃饭。你这么做，不仅儿媳妇觉得你这个婆婆懂事有分寸，你自己的肝火也没烧起来，保住了自己的一口真气，这就叫在因果上彻底失联。第3招，怎么改掉熬夜看手机、过度消耗精气神的毛病？用定海收摄法。我前面说了，晚上看手机最伤肝血，伤肾气。从今往后给自己定个铁律，晚上8点半准时把手机放在客厅，绝对不带进卧室。那你8点半到10点这段时间干什么？打盆热水泡泡脚，水温不用太烫，微微出点汗就行。泡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就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脚底板上，感受那个热气顺着脚心往上走，这叫引火归元，把你白天浮在脑子上的虚火全给它拽回到丹田里去。泡完脚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这就进入了最关键的收摄视听。如果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白天的事情，不要去跟它较劲。你就想象自己是一片大海，水面上有海浪翻滚，那是你的杂念，没关系。但这片大海的底下是极其深邃、极其安静的，你就守住心底的那份安静，慢慢的你就会进入深度睡眠。只要这觉睡踏实了，你的命气就补回来了。第4招，怎么把不抱怨的真气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福报？用阴德日历法。很多人说，南师，我管住嘴不诉苦了，那我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怎么办？我告诉你们，佛法讲得很清楚，要想消除内心的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种善因积阴德。什么是阴德？就是你做的好事不让任何人知道。你下楼散步的时候，看到路边倒了一辆单车，你一弯腰顺手把它扶起来，不求任何人夸你。你看到电梯口有块垃圾，你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一声不吭。你在小区里碰到谁，哪怕是你平时看不惯的人，你都先给他一个真诚的笑脸。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微笑，这也是法布施啊。你把善意和欢喜布施给别人，别人心里舒服，你自己的磁场也跟着清透。当你每天都在默默地做这些不起眼的小善事，而且绝不拿去朋友圈炫耀，绝不向儿女邀功，这股善念的能量就会在你的生命深处慢慢聚集。时间长了，你脸上的戾气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菩萨一样的慈悲相。这种长相的老人，哪怕一句话不说，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亲近，老天爷也会把最好的福运降临到你头上。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有些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听着听着前面的就忘了。来，我在最后给你们啰嗦一遍重点。
这几条救命的底线，你们打死也要守住。第一，绝不去凑那些虚假的热闹，退出那些攀比的群聊和饭局，保住你的真源。第二，绝不去干涉儿女的因果，收起你的救世主情节，看破不说破，不替人背业。第三，绝不在任何人面前哭穷诉苦，把祥林嫂那张嘴永远闭上，不招惹霉运的磁场。第四，绝不在晚上过度消耗眼睛和耳朵，少看八卦，少操心，收摄六根，保住你的肝血和肾气。第五，绝不在外面显摆你的退休金和好日子，财不露白，把福报藏得严严实实的，挡住别人的嫉妒和恶念。第六，彻底扔掉你过去的那些旧身份、旧标签，不管当年多风光多受苦，每天都是新生命，像水一样活着。你们想想看，当你把这六扇往外漏气的门死死地关上，你这团生命之火是不是就在你的肚子里越烧越旺？你就在这悄悄失联中重塑了一个金刚不坏的内核。这就是人生下半场最顶级的活法。各位老朋友，今天咱们能在这里结这个缘，这是极大的福分。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番话确实像一记重锤敲醒了你，确实对你晚年的生活有帮助，我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然后把它转发给你的老伴、你的老同学，你微信里那些还在天天内耗的老朋友。你们要晓得，你这一次转发绝对不是凑热闹，这叫法布施。也许你的一句提醒，一个分享，就能让一个天天抱怨的老人闭上嘴，让一个快要被气出病来的老太太放下执念，让一个被控制欲搅得鸡犬不宁的家庭重归安宁。你救了别人的命气，护了别人的家运，这就是在为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后代积攒无量的阴德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老天爷的账本上全给你记着呢。最后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我们千万人的善念如果在今天汇聚在一起，它形成的能量场，那个消灾延寿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请大家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善语，你可以写一句愿家宅平安，身体健康，或者简单的写一句放下执念，悄悄失联。你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向宇宙发射你最正向的磁场，这股好磁场最终全都会加倍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晚年无病无灾，喜乐安康。